今日谁拦王某，便是王某之地。那今日，你我二人被决一死战吧！怎么不欢迎老夫？此乃中品隐仙术，诸位可要看好了。 仙逆106集，亡灵杀上天运子寿宴，剑尊凌天后万剑压境，天运子一招让上万弟子凭空消失。亡灵在来到天运宗后，因为实力太强，威胁到大师兄赵星煞，更是担心亡灵会与他争夺天运妻子的名号，于是赵星煞便率领众人将亡灵困住，让他无法参加天运子的寿宴。而亡灵却借此机会突破到阴变中期，直接杀上了天运子的寿宴，一出手就斩杀了阻拦他的二师兄，更是将大师兄赵星煞逼得亮出最强底牌，开启他体内的古妖之灵。两人一番大战后，让亡灵见识到古妖的实力强悍。这时，一位红袍老者驾云而来，他指出赵星煞强行使用未成熟妖灵必受惩处，将赵星煞带走，并保证其不会参与天运妻子之争。新的一天到来，天运子开始讲道。天运子讲道是天运星万年一度的盛事，不仅本宗弟子期待，各方来贺的修士也都翘首以盼。清晨时分，七宗弟子按赤橙黄绿青蓝紫的顺序依次现身。赤宗7人全部到齐，身着华贵红衣；橙宗也是7人完备，其他各宗也都阵容整齐，唯独紫宗只有3人出现，引来其他6宗弟子或冷漠或嘲讽的目光。亡灵冷静地观察其他各宗弟子，发现其中有多位熟人。蓝宗的司马如风修为已达阴变大圆满，青宗的王姓男子半只脚已踏入问鼎。更让他惊讶的是，在仙界有过一面之缘的中年男子，如今已是橙宗第4弟子，修为明显比当年精进许多。亡灵暗自心惊，天运宗实力远超想象，任意一系都足以横扫朱雀星。这时，四师解传音向他解释紫宗没落的原因，内斗过多，天运妻子封号更替太频繁，不像其他各宗有稳定的传承。随着7宗普通弟子陆续加入，队伍规模不断扩大，赤宗身后跟随的弟子众多且实力强劲，而紫宗这边则相形见绌。更外围则是来自各方的贺寿修士，人数之多让亡灵第一次直观感受到天运子的崇高地位。当天运子踏着7彩长虹现身时，所有弟子齐声拜见，声势震天。天运子简单致意后，正要开始讲道，却突然邀请一位修真联盟的老朋友现身，在众人惊讶的目光中，万丈金光汇聚成一个魁梧的中年男子。此人气势非凡，肩头趴着一只3眼紫貂。天运子虽然言语客气，但姿态从容，显然两人地位相当。中年男子赠出一把金色飞剑，天运子转手就赐给了黄宗首徒。更让亡灵惊讶的是，那只3眼紫貂突然消失，下一刻竟出现在自己肩头。小貂睁着3只眼睛，好奇地打量着他，而亡灵也谨慎地观察着这个不速之客。当亡灵与他对视时，特别是看到他眉心的第3只眼时，发现那眼中仿佛有星辰闪烁，令人不禁沉醉其中。亡灵认出这是星痕雕的幼崽。根据古神图司的记忆传承，这种生物生活在星空中，成年后可以幻化成各种形态。幼年时期虽然攻击力不强，但速度极快。在古神时代，星痕雕是很好的伙伴，尤其喜欢亲近幼年古神，因为古神身上散发的气息能加速他们的成长。亡灵猜测这小雕可能是察觉到了自己身上微弱的古神气息，虽然这气息很淡，但显然引起了他的兴趣，于是拿出一块仙玉，仙玉瞬间就被小雕叼走了。他再次出现在孙长老肩上，一边啃着仙玉，一边还时不时瞥向亡灵的储物袋，显然对里面的仙玉很感兴趣。孙长老注意到这一幕，对亡灵微笑点头示意。这时，天运子开始讲道。他首先阐述了对修道的理解：凝气到问鼎是修道第1步，重在修字；问鼎后的虚实2义和碎孽3境是第2步，是从修道的过渡；而第3步则是追求到的真谛。但就连天运子自己也还在摸索中。亡灵恭敬地提出一个问题：既然有修道之说，那修仙和修真的说法又是从何而来？天运子赞赏地看了亡灵一眼，解释道：修仙之说源自远古仙界时期，那时仙界是修士的圣地，仙界消失后，修士们开始追求真相，于是有了修真之说。而现在，仙与真都已成为过去，大家追寻的是道，但这并非天道，而是寻找第3步的道路。这番话引起在场修士的议论，那些大神通者则露出深有同感的表情。孙长老皱眉咳嗽一声，示意天运子适可而止。亡灵又提出一个更大胆的疑问：是否真的存在第3步？天运子罕见地露出追忆之色，说3万年前他也曾怀疑，直到遇见他，一个真正踏入第3步的人。孙长老听到这话，脸色顿时变得难看，眼中甚至闪过一丝恐惧。在场修士纷纷追问这个他是谁，天运子却只是说此人绝对已经踏入了第3步。孙长老急忙制止他，继续往下说。而此刻众人纷纷期待着天运子继续讲述第3步之人。孙长老叹了口气，摆手说道：罢了，你这天运老儿的脾气一向古怪，说便说吧。天运子缓缓道来，言语间透露出修真界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。他提到修真联盟曾经遭遇过一次重大挫折，而带来这次挫折的人物是唯一一个达到传说中第3步境界的修士。然而这位惊才绝艳的人物却如昙花一现，从此消失无踪，再无音讯。这番话让在场众人心生好奇，纷纷猜测这位神秘人物的身份和去向。讲道持续了整整3日，但许多人的心思都还停留在天运子所提及的那个神秘强者身上。
然而天运子却不再多言，转而宣布将为众人展示一场难得的机缘。他准备亲自施展一种中品仙术，这个仙术是他在一废弃星球上偶然得到的，供在场修士观摩领悟。这个消息让在场所有修行者都振奋起来，连那些修为高深的大能也都全神贯注，准备仔细观看。毕竟在修真界，仙术本就稀少，而中品仙术更是难得一见。王林全神贯注地注视着天运子，内心充满期待。他从未亲眼见过真正的仙术，以往见识过的都只是模仿下品仙术的劲法，就连那些劲法都已经威力惊人，让他难以想象真正的中品仙术会展现出何等强大的威能。就在所有人屏息凝神等待天运子施展仙术之际，远方天际突然传来阵阵雷鸣般的轰响，只见无数剑光如流星雨般铺天盖地而来，剑芒闪烁，剑气纵横，场面极其壮观。这些飞剑数量之多，几乎遮蔽了整个天空，剑鸣之声震耳欲聋，凌厉的剑气让不少修为较低的修士纷纷退避，让出一条宽阔的通道。一个狂傲的声音从天际传来，伴随着这个声音，漫天飞剑向两侧分开，显露出一位青衣老者的身影。这位老者须发皆白，面容清瘦，却散发着令人敬畏的强大气息。在他身后悬浮着4把若隐若现的剑影，每次闪烁都引发虚空雷鸣。他脚下踩着一柄蛇形宝剑，剑身散发着浓重的血腥气息，显然经过特殊祭炼，让人望之心神震荡。王林认出这柄蛇形宝剑正是当年在仙界被夺走的宇之第二剑。周围有人认出这位老者的身份，惊呼出剑尊凌天后的名号。这位天运星上仅次于天运宗的大罗剑宗宗主终于现身。凌天后身后跟随着数以万计的黑衣弟子，个个脚踏飞剑，目光锐利。他与天运子简短交谈后，天运子提议以凌天后作为仙术的施展对象，让众人观摩。凌天后欣然应允，两人之间的气氛顿时变得紧张起来。天运子开始施展名为引仙术的中品仙术，他手中结出复杂印诀，一道赤色光芒逐渐凝聚，随着他双手指向天空，赤芒冲天起，顿时天地变色，天空中出现一片赤红，云层翻滚，电闪雷鸣，仿佛有巨龙在云中咆哮。一股强大的天威降临，让许多修士难以承受，纷纷落下地面打作调息。王林感到体内仙力紊乱，身体不受控制的颤抖，但他发现左臂内经过3转炼化的金仙之力仍保持稳定，于是引导这股力量流转全身，逐渐抵消了外界的影响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他注意到天运子门下其他弟子也都各显神通，努力抵抗着这天威压力。当天运子最终施展仙术时，他原本指向凌天后的手指突然转向，对准了凌天后身后那上万名弟子。凌天后脸色骤变，正要出手阻拦，却为时已晚。天运子轻喝一声引渡，天空中的云层轰然开裂，露出一道巨大的空洞，七彩光芒从中倾泻而下，笼罩了所有大罗剑宗弟子。在这些七彩光芒的笼罩下，大罗剑宗的弟子们脸上的冰冷神情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迷茫之色。他们的身体不受控制的缓缓升起，向着天空中的七彩光洞飞去。凌天后急忙催动脚下的蛇形仙剑，想要阻止，但天运子只是轻轻一抓，那柄威力强大的仙剑就速度大减，剧烈挣扎却难以挣脱。情急之下，凌天后眉心射出一道红光，在空中化作一头威风凛凛的麒麟神兽。这头神兽四蹄踏空，对着天运子发出震天咆哮，随即猛冲而去。就在麒麟兽出现的瞬间，王林感应到自己元神中的尊魂幡也产生了异动，发出类似的咆哮声，似乎与这头麒麟兽产生了某种共鸣，传出一声只有他自己能听见的咆哮。这声咆哮似乎被外界的麒麟兽感知到了，他突然停止前进，转动巨大的头颅，用锐利的目光在人群中四处搜寻，仿佛在寻找什么重要的东西。王林敏锐地察觉到这一异常，立即运转尊魂幡，将其中麒麟残魂的所有痕迹完全隐藏起来。外界的麒麟兽搜寻无果，最终只能放弃。这个插曲让剑尊凌天后感到困惑，但他没有时间深究，因为天运子的仙术已经完全展开。天空中出现的奇异景象让所有在场修士都感到震惊。七彩光芒从云层空洞中倾泻而下，伴随着如同天籁般的仙乐，一个身穿金色长袍的虚幻身影出现在空中。虽然只是幻影，却散发着令人敬畏的仙威和天威。这个自称仙界接引使者的虚幻之影宣布要接引下界修士，随后伸手向下按去，一道金光顿时笼罩了所有大罗剑宗弟子，将他们完全禁锢。这一幕让围观修士们心生疑惑：既然仙界已经毁灭多年，为什么这个接引法术还能召唤出接引仙君？这些被接引走的弟子会去往何处？是前往已经破碎的仙界，还是某个从未有修士到达过的地方？种种疑问在人们心中涌现，同时他们对天运子的神秘感也更加强烈。很多人开始怀疑，这样一个中品仙术怎么可能轻易在废弃星球上找到？其中必定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。见尊凌天后面色阴沉地质问天运子为何要对他的弟子出手，天运子却轻松地表示这是让弟子们体验仙界的好机会。在两人对话间，上万名大罗剑宗弟子不受控制地飞向天空中的空洞，逐一消失在其中。凌天后虽然面色不悦，但并没有真正阻止，只是冷眼旁观。当最后一名弟子
消失后，天空中的异象逐渐消散。天运子温和地解释道：“这个仙术虽然没有攻击力，但在仙界毁灭后仍然能够将人送走，只是他也不知道具体会送往何处。”面对灵天后的不满，天运子保证3天后这些弟子都会安全返回，并表示到时候要借几个人询问他们所见所闻。灵天后虽然不快，但相信以天运子的身份不会当众耍手段，这应该只是给他一个下马威罢了。在场修士中，有些天资聪颖的人开始模仿刚才所见，陷入沉思。王林也在仔细回味这个仙术，虽然不可能一次就学会，但让他对仙术有了更深的理解。他意识到这个引仙术并非天运子所创，而是一种永恒存在的法术，只要掌握正确方法和口诀，就能在任何地方施展，接引想要送往仙界之人。天运子完成仙术后，并没有立即结束讲道，而是宣布了另一件重要事情。他表示，在自己7系弟子中，只有黄系和紫系还没有获得天运妻子的封号，今天就要在这2系弟子中决出封号获得者。这个消息立刻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，不过大部分人都关注黄宗弟子，对紫宗则不太在意，因为大家都知道紫宗实力相对较弱。